第120章晋级6星。奔腾的瀑布，怒砸岩石，弥漫的水汽笼罩着小小的山谷。瀑布之下的空地上，赤裸着上半身的少年背负着怪异的黑色巨剑，脸色凝重地躲避着那呼啸而来的连绵木桩攻击，偶尔间的跳跃腾闪，宛如一头灵猴般的敏捷。修长的健壮身子在日光的照耀下颇有一分轻逸之感。距离萧炎来到小山谷已经接近1月时间了，这1月之内，萧炎大半时间都几乎是在木桩之上度过，为此他的身上多出了不少被木桩撞出来的淤青伤痕。当然，有付出自然也有回报，现在的萧炎已经能够躲避开12根木桩的同时攻击，这比起1月前被5根木桩搞得狼狈不堪的结局来说，已经是成长了太多。木桩之外的一处巨石上，药老盘坐其上，微眯的目光望着场中在12根木桩的间隙中不断灵活闪避的少年，微微点了点头，袖袍再次一挥，悬挂在半空上的最后3根木桩立刻再次分出一根，然后狠狠地对着萧炎怒砸而去。突如其来的攻击立刻将萧炎与12根木桩间的平衡打破，那本来仅仅能够借助的细小缝隙，却是在此刻被那新加入的一根完全的堵死。脸庞微微凝重，眼睛死死地盯着四面八方夹杂而来的13根木桩。下一刻，木桩迅速临帖而来，强大的风压让得萧炎呼吸有些停滞。深吐了一口气，萧炎体内斗气狂涌，身体诡异的斜侧将迎面来的2根木桩闪避而过。闪避的弧度还未完全压下，萧炎脚尖在木桩上猛然一踏，身形迅速飘闪到了另外一处木桩之上，脑袋微微一侧，一根巨大的木桩贴着耳朵险险地飞了过去。经过1月的适应，萧炎的躲避速度远非1月之前可比。12根木桩的连环攻击虽然每次都是险之又险的擦身而过，不过却始终难以击中他的本身。擦身而过的木桩所带起的压迫劲气让得萧炎皮肤生疼，不过他却不敢开启斗气护体。在这种时候，每一丝斗气都必须用在最重要的地方，否则一旦斗气告竭，等待着他的便只有出场的悲惨结局。而在这段时间中，这种结局一直伴随着他。黄阶低级的斗气功法远远不足以支持萧炎的挥霍，所以他必须极为吝啬地支配着体内每一丝斗气的正确消耗。如果功法能够进化一次就好了，就再也不用这般省吃俭用了。躲避开第11根木桩的袭击，萧炎心头忍不住地想到。木桩贴身而过，第12木桩刁钻射来，不过对此早有准备的萧炎立在木桩上的脚尖微微旋转，整个脚掌心竟然只有脚趾扣在木桩之上，顿时整个身躯便是倾斜成了一个诡异的倾斜弧度。咻！木桩在距离身体仅有半寸的位置呼啸而过，尖锐的劲气让得萧炎龇牙咧嘴地吸了一口气。当第12根木桩的尾部离开之时，萧炎脸色骤然一变，身后竟然又是一股更加急速的劲气飙射而来。适应12根的木桩攻击，萧炎足足用了20多天时间，方才掌握他们之间的攻击轨迹。而现在药老忽然加入的第13根，却是让得他有些束手无策了起来。感受到越来越近的劲气，萧炎心中缓缓地吐了一口气，眼眸竟然是在此刻忽然地闭了起来。听着身后那带有压迫性的风声，萧炎赤裸后背上的汗毛犹如触手一般轻轻地摇摆着。借助着劲气的压迫，闭目的萧炎脑海中竟然是隐隐地出现了木桩攻来的痕迹图画。在这没有时间规律的脑海中，萧炎将木桩的攻击轨迹以及其上所蕴含的力量居然是看得极为透彻，最好的躲避方位也是自然而然地在脑海中浮现而出。外界望着那忽然闭目的萧炎，药老眼睛微微一亮，有些惊诧地轻声道：“这小家伙竟然懂得运用灵魂感知的力量了。”在萧炎脑海中出现木桩之时，他的身体也是骤然诡异地扭曲了起来，双掌抱着脑袋，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在倒下的那一刹，巨大的木桩贴着面门急射而过，压迫风声让得萧炎耳朵隐隐发胀。惊险的躲避开了第13根木桩的袭击，萧炎脚尖在木桩壁上一点，身形急射而出，最后稳稳地落在地面之上，一把扯过衣衫，随意地套在身上。
长长的呼了一口气。萧炎来不及与药老说话，便是一屁股盘坐在地，迅速从那戒中取出一个小瓶子，倾斜着瓶口，2枚药丸滚落了出来。回气丹快用光了吗？看来以后得去采药了呀。望着这仅余的2枚丹药，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将其中1枚丢进嘴中，然后双手迅速摆出修炼的印结。盘坐在地，萧炎快速地进入了修炼状态。经过1个月的训练，他知道每一次的斗气告结后，便是修炼的最佳时间。这种时候，体内的细胞以及肌肉将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贪婪。随着进入修炼状态以及呼吸的平稳，淡淡的能量气流盘旋在萧炎的周身，而凡是在接触到其皮肤毛孔之后，都是犹如液体碰到了海绵一般，被其贪婪地吞噬了进去。随着修炼的持续，围绕在萧炎体外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浓，丝毫没有减少的势头。手指敲打着石壁，药老计算着萧炎的修炼时间，眉间忽然一挑，今天萧炎所修炼的时间似乎比往日要更长久一点。按照药老的计算，现在的萧炎体内所能够储存的斗气应该差不多要满了吧。可看萧炎这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难道要突破6星斗者了？敲打的手指微微一顿，药老心头一动，轻声笑道：不错，本来我的底线是1个半月到达6星斗者，可这小家伙却又节省了半月时间，看来前段时间的森林搏杀对他好处不小啊。目光紧紧地盯着闭目的萧炎，眼光毒辣的药老顿时看出了一些不对劲，眉头皱了皱，突破的还是有些勉强啊，看来他需要一点外界的力量。略微沉吟了一会，药老屈指一弹，一缕劲气从指尖弹射而出，直接击打在萧炎的脑袋上，顿时把他从修炼状态中打了出来。被搅乱了修炼，萧炎顿时瞪着眼睛怒视着药老，这种突破的机会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遇见的呀。笨蛋，照你这强行突破的架势，就算成功进入了6星斗者，那也得休养1个月时间，你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消耗吗？白了萧炎一眼，药老斥道。闻言，萧炎顿时萎靡了下来，1月的时间换现在突破，的确是有些得不偿失，叹了一口气，有些不舍地哀嚎道：多好的机会啊！翻了翻白眼，药老撇嘴骂道：我又没说没机会，现在立刻上木桩，我开启15根木桩。15根？嘴角一扯，萧炎恨不得对着药老竖起中指，他的极限便是13根，15根上去就会被直接打飞吧。笨蛋，你不会把玄重尺取下来啊？望着赖着不肯上去的萧炎，药老哭笑不得地骂道：你现在只需要1个契机就能顺利的突破，别拖延了。听得可以取下玄重尺，萧炎眼睛顿时一亮，双脚微曲，一声低喝，手掌抓着尺柄，手臂之上青筋鼓动，用力地将之一把抽出，然后重重地插在面前的地面上。玄重尺一离体，萧炎便是感觉到身体骤然向上漂浮了许多一般，体内流淌的斗气犹如是山洪爆发一般，汹涌地滚动在经脉之中，充盈的力量之感伴随着骨头脆响的连绵声音，遍布着萧炎全身各处。再次感受着这几乎是脱胎换骨般的快感，萧炎宛如是在炎日中喝了一碗冰镇酸梅一般，全身的毛孔都在散发着一种自骨子间挥发而出的畅快。脚尖在地面上轻点了点，萧炎只觉得自己忽然身轻如雨，抬头望着悬浮在半空中的15根木桩，咧嘴一笑，脚尖一蹬，身体犹如炮弹一般射上木桩，稳稳挺立。来吧！双掌缓缓摊开，萧炎对着药老扬了扬手，解开所有束缚的他非常有信心在15根木桩毫无间隙的攻击中撑下来。有脾气！瞧着自信大涨的萧炎，药老微微一笑，袖袍一挥，狂风刮过，悬浮的10多根木桩迅速摇摆起来，片刻之后，携带着凶猛的劲气，对着木桩之下的萧炎铺天盖地地暴冲而去。望着那砸来的树桩，萧炎抿了抿嘴，脚尖在木桩之上轻点，竟然是主动地迎了上去。木桩之上15根巨大的木头在药老的控制下编织了一片毫无空隙的攻击阵势，15根木头同时砸下，强大的劲气将地面上草叶刮得四处飘散。脱去了玄重尺的束缚，
萧炎的速度几乎暴增了2倍之多，身形闪移之间浑然天成，脚下没交的黏力竟然再没有让得他有丝毫的停止。木桩之上，重重攻势中，少年的身影若隐若现，15根木桩的连番攻势竟然被解开束缚的萧炎完全的躲避了开去。望着场中敏锐跳闪的萧炎，药老微微点了点头，老眼中掠过一抹赞赏。脱去束缚的萧炎同样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当最后一根木桩被萧炎险险闪过之后，半空中摇摆不定的10几根木桩骤然停顿了下来，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身体笔直地立在木桩之上，将最后一枚回气丹吞进肚内，沉寂片刻后，淡淡的能量气流忽然诡异地从其周身涌动而出，然后疯狂地灌注进了其身体之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灌入，萧炎身体表面浮现出了淡淡的黄色光芒，清秀脸庞犹如温玉。半晌之后，双眼乍然睁开，漆黑的眼眸中射出一缕犹如实质般的金光。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萧炎偏过头望着巨石上的药老，脸庞上扬起灿烂的笑容。突破了。闻言，药老含笑点头，目光中透着许些欣慰。在突破到6星斗者之后，萧炎的实力再次大幅度地增进了不少，而在继续经过3天的木桩训练之后，他现在已经能够在背负着玄重尺的情况下，在15根木桩的连环攻击间支撑下来。这种明显性的进步让得他眉开眼笑。适应了15根木桩的攻击，萧炎也终于不用再像以前那般被撞得满身淤青。紧绷之后的平缓日子让得萧炎颇为享受。茂密的森林之中，萧炎背着玄重尺缓缓地行走着，目光不断地在周围扫过。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他出来的目的是寻找炼制回气丹的药材。回气丹对萧炎的训练颇为重要，有了这东西，他便可以节省起码大半的斗气回复时间，而时间则是现在萧炎必不可少的东西。虽然现在随着实力的增长，萧炎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1品炼药师，不过回气丹属于2品丹药，以他的1品炼药师实力还不可能将之炼制出来，所以炼制回气丹的事都还得依靠药老。再有，炼制回气丹的药材也算是较为珍惜，当初萧炎在乌坦城也不过仅仅是寻找到炼制那么几十枚的药材量，按照正常情况，光是这寻找药材就得花费萧炎不少时间。不过让得萧炎松了一口气的是，这里的魔兽山脉药材产量颇为丰富，炼制回气丹的5种药材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种被萧炎所得，而且数量还颇为不少。若是将最后一种，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回灵赤果寻找到的话，那么便能炼制出供萧炎所使用的充足丹药。回灵赤果一般生长在天地能量较为浓郁的地所，当然这也不是绝对，不过按照这种线索来寻找，却总归要比萧炎瞎子摸象胡乱寻找要好一些。依靠着出色的灵魂感知力，萧炎能够模糊地感觉到周围天地间能量充裕的大致方位，而他现在的路线也正是在对着一处感觉中能量最浓郁的地所行去。午间时候是白天魔兽出没较少的时间段，清楚这一点的萧炎，所以特地挑选了这种时候出来寻找药材。他这一路走来，倒很少遇见外出寻食的魔兽，偶尔遇见1两头，也是被事先察觉而躲了开去。身形迅速地掠过一些灌木的遮掩，一处小小的乱石堆出现在了眼中。石堆之后背靠着一面山壁，其上蔓延着绿色的青藤。望着乱石堆，萧炎搓了搓手，此处的能量汇聚程度正是他所感知中周围几里地方最浓郁之所。目光锐利地在乱石堆中缓缓扫过，片刻之后，萧炎的目光停留在了石堆后面山壁上的一株紫色的小树苗之上。小树苗从山壁中延伸而出，其上青红交替，一枚枚火红色的果实在绿叶的遮掩下若隐若现地释放着淡淡的香味。回灵赤果望着那株小树苗，萧炎笑着松了一口气。寻找了2天时间，终于找到这东西了。所需要的材料就在面前，可萧炎却并未急着出去。他知道，凡是能量浓郁之所的珍稀药草，大多都有着魔兽的守卫。目光谨慎地在周围扫过，可却未发现半只魔兽的踪影，眉头微微皱了皱。萧炎再次静待了片刻，见到依然没有魔兽出现之后，这才有些疑惑地
缓缓渡出了隐蔽之所，然后小心翼翼地对着那株紫色小树行去。随着脚步的越来越近，萧炎心中却是忽然有些泛起了寒意，脚步骤然顿住，眉头紧皱，然后迅速转身就跑。砰！就在萧炎刚刚转身之时，那山壁顶部一道巨大的白影便是犹如小山一般轰然砸落，将萧炎的退路完全堵死。望着这突然出现的巨型魔兽，萧炎背间猛然泛起一阵凉意，身体愣在原地，动也不敢动。出现在萧炎面前的是一头巨大的白色魔猿，这头魔猿恐怕足有2-3米高，浑身布满着雪白的长长毛发，狰狞的巨嘴中獠牙深探而出，一对血红的巨瞳散发着残暴的杀意。目光在白色魔猿身上扫过，萧炎轻吸了一口凉气。2阶魔兽暴雪魔猿。砰砰！魔猿巨嘴中喘着粗气，血红的双瞳紧紧地注视着这突然闯进他领地的人类，巨大的爪子触着地面，将几块碎石压得粉末。望着那丝毫不掩饰对自己杀意的魔猿，萧炎咽了一口唾沫。2阶魔兽，那可是足足相当于人类斗师级别的强者，以他现在的实力对战一名2阶魔兽，无疑是找死。老师，心头呼喊了一声，却没有半点回应。萧炎脸庞顿时苦了起来，别枉我啊，这可是2阶魔兽啊！在呼救无果之后，萧炎只得将目光再次投注在这头魔猿身上，视线在他身上仔细地转了转，却是突兀地发现，在魔猿的小腹位置竟然有着一条极为恐怖的伤痕。伤痕几乎将魔猿的小腹完全撕开，在魔猿扭动身体之时，一股股鲜血不断地涌出，将附近的雪白毛发沾染得血红。看那伤口的恐怖模样，应该是某种凶残的爪形魔兽所伤。受伤的魔兽一般极为狂躁，而倒霉的萧炎似乎正好闯进了这位受了重伤的魔猿领地之中。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不断涌着鲜血的恐怖伤口，萧炎眼眸微眯，心头却是一动。虽说正常情况下他不可能打败一名2阶魔猿，不过现在的情况似乎对他颇为有利。妈的，是你自己找上来的！恨恨地骂了一声，萧炎一把将背上的玄重尺取下，然后狠狠地插进地面。现在的情况可容不得他再有半点留手。萧炎的举动对暴躁中的魔猿来说无疑是一种挑衅。当下这位魔猿双爪重重地砸在胸口坚硬的硬甲上，发出一阵当当的声响。巨角脉动，魔猿双眼赤红地对着萧炎暴冲而来，巨大的爪子上白色能量急速凝聚，周围的空气顿时冷了下来。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萧炎一声轻喝：“紫云翼，起！”随着音落，一对2-3尺左右的黑色鹰翼猛然自萧炎背上弹射而出，双翼一震，借助着细微的浮力，萧炎脚尖在地面迅速地滑行了10多米距离。吼！魔猿一声厉吼，白色寒气凝聚成球状，然后脱掌而出，对着萧炎爆射而去。1月来的敏捷训练赋予了萧炎灵猴般灵活的身手，身体诡异地移开，毫不费力地躲开了魔猿的攻击。躲开攻击之后，萧炎手掌骤然曲卷，对准魔猿小腹处的狰狞伤口，轻声冷喝道：“吸掌！”随着音落，狂猛的吸力猛地自萧炎掌心中爆吐而出，地面上的碎石竟然也被吸得对着萧炎狂射而去。好！狂猛的吸力将魔猿的身体扯得略微倾斜，不过当他稳住身形后，小腹却是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低头一看，只见那还未愈合的伤口处，鲜血犹如流水一般不断的涌出。剧烈的疼痛更是让得狂躁的魔猿有些失去理智，踏着地动山摇的步伐，对着萧炎追杀而来。借助着身形的灵活，萧炎始终没有应接魔猿的一次攻击，掌心之中不断喷吐的狂猛吸力，不断的将魔猿体内的鲜血抽调而出。乱石堆之上，诡异的一幕正在上演着，暴躁的机遇发狂的魔猿不断的对着身旁的小小人影怒砸着，失去理智的他已经和一头普通魔兽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在他身旁犹如苍蝇一般的人影，每一次的挥手都将会从魔猿的小腹处吸出大滩的鲜血。石堆之上，嫣红的鲜血几乎沾满了每一块石子，看上去颇为的恐怖。再次围绕着魔猿奔跑了片刻，
就在萧炎即将坚持不住时，又一次猛烈的吸力，竟然是将魔猿肚内的肠胃一同给吸扯了出来。遭受致命一击，魔猿的嘶吼终于缓缓湮灭，巨睁着血红的兽瞳犹如小山崩塌一般，重重地倒了下去。在魔猿倒下的那一刻，萧炎也是全身酸麻地瘫了下来，也不管那满地的鲜血，就这样直挺挺地躺了下去，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在石堆上躺了许久，萧炎方才缓缓地恢复一些力气，抬起头来，望着不远处的巨大魔猿尸体，心头忍不住地升起一抹心有余悸。若不是这头魔猿本来就处于重伤时期，若不是剧痛让得他失去了理智，若不是自己前几天进入了6星斗者，恐怕自己今天就得真正的栽在这里了。小家伙，你竟然越阶杀了一头2阶魔兽，啧啧，了不起啊！药老从戒指中飘荡而出，望着那巨大的尸体，不由得笑道。狠狠地白了笑眯眯的药老一眼，萧炎没好气地盘起腿来，丢了一句帮我守着后，便是摆出修炼的姿势，开始回复着体内所消耗的斗气。望着闭目回气的萧炎，药老笑了笑，悬浮半空，替他当起了护卫。半个小时之后，萧炎方才缓缓睁开眼眸，虽然手掌依然还有些酸麻，不过体内的斗气却是再次逐渐的充盈了起来。这里能量还挺不错。嘟囔了一声，萧炎站起身来，握了握手掌，皱眉道：现在的这焚诀实在是太垃圾了，刚才竟然只支撑了我10多分钟的战斗，若是这头魔猿再坚持一会，倒下去的就该是我了。的确挺垃圾。对于这点，药老倒是挺赞成，就算焚诀的潜力再好，不过毕竟起点太低，战斗的持久力也太弱。唉，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合适的一伙啊？萧炎仰天长叹了一声，未进化的焚诀始终是他的软肋。叹息着摇了摇头，萧炎行至那小树苗边，将上面的30多枚回灵赤果全部摘了下来，最后装进小玉瓶之中，放进了那戒。收好回灵赤果，萧炎又从那戒中取出一把匕首，来到那暴血魔猿的尸体旁，将其脑袋切了开来。嘿，竟然有魔核！切开魔猿的脑袋，一枚散发着许些寒气的雪白色魔核出现在了萧炎视线之内。萧炎欣喜地取出魔核，这可是他第一次遇见这种品阶的魔核，有些兴奋地抛了抛，握在手中，淡淡的寒意让得他打了个哆嗦，当下赶忙将之小心地收入那戒之中。走吧。收拾好东西，萧炎扬了扬手指，药老顿时射进其中。摸了摸手上的古朴戒指，萧炎将地上的玄重尺再次背在背上，这才迈着稳健的步伐，对着来时的路缓缓行去。离开乱石堆，萧炎在茂密的森林中穿行着，对小山谷赶回去。由于先前的战斗使得萧炎沾了满身的鲜血，所以此刻他在身体上被涂上了一层草汁，这种草汁能够掩盖鲜血的腥味，是在丛林中必备的东西。再次前行了一段距离，萧炎脚步忽然一顿，他似乎察觉到在他的左边不远处的位置隐隐有着人声的传来，眉头微微一皱，萧炎目光在四处扫了扫，然后迅速地窜进一旁的丛林之中，借助着草丛缝隙缓缓地注视着外面。在萧炎躲进去后不久，两道人影便是缓缓地出现在萧炎的视线之内。当他移动的目光扫过两人胸口上时，脸色却是微微一变，心头阴冷地轻声道：竟然是狼头佣兵团的人。我看我们还是到这里为止吧，再下去可就要进入魔兽山脉内部位置了啊！那里的魔兽一巴掌就能拍死我们。缓缓地走过来，一位佣兵脸色有些担忧的道。听着同伴的话，另外一名佣兵也是脸色有些无奈的点了点头，骂骂咧咧道：妈的，那小子究竟躲哪里去了？团长已经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找到那混蛋，而且不论死活。说不定已经被哪头魔兽吃进肚子里，然后变成排泄物了吧，嘿嘿。嘿，那可说不定，看那家伙的年纪可不像是丛林老手。算了，今天就搜索到这里吧，回去报道一声，明天继续。一名佣兵顿下脚步，望了望有些黑暗的森林，皱眉道：可惜那小子可值8000金币呢，若是我们好运遇见他，凭我们2位5星斗者的实力，留下他应该不难。另外一名佣兵点了点头，旋即有些惋惜道：呵呵，走吧，算他好运。
佣兵笑着点了点头，刚刚转过身来，脸色骤然一变，豁然转过身来，一道凶猛的劲气却是闪电般的对着其脑袋袭击而来。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得佣兵条件反射般的伸出拳头，与之重重的对轰了一拳。然而那股劲气的强横却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双方乍一接触，这名佣兵便是脸色惨白，胸口一闷，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身体也是在半空划起一道抛物线。杀了他！飞起的瞬间，这名佣兵急忙冲着被这突然变故搞得发愣的同伴嘶声喊道。然而他的喊声还未落下，却是骇然地发现自己向后倒射的身体竟然猛地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扯了过去。半空之中，一道人影闪掠而出，在与佣兵交错之时，肘尖狠狠地砸在了佣兵喉咙之上，顿时一声咔嚓的声音在空荡的密林中响起。砰！半空中，佣兵全身瘫软地掉落而下，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溅起满地灰尘。突然的袭击到佣兵的死亡，这之间不断是短短7、8秒的时间而已。当另外一名佣兵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时，却是发现自己的同伴已经没有了气息。骇然地抬起头，佣兵惊恐地望着不远处那名满身是血的人影，有些结巴地喝道：“你是谁？为什么攻击我们？”“呵呵，你们不是在找我吗？”人影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含笑的清秀少年面孔。“你，萧炎。”瞳孔微缩，佣兵在喊出这名字之后，忽然猛地掉头就跑。在逃跑的同时，他双手快速地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号弹，刚欲准备发射，身后吸力暴涨，手中的信号弹便是脱手而出。反手接住这枚信号弹，萧炎随意地把玩了一番，然后将之收进纳戒之中，脚掌猛地一蹬，身形对着佣兵爆射而去。瞧着萧炎这迅猛的速度，佣兵脸庞上闪过一抹惊慌，呛的一声抽出腰间长剑，然后凶狠地对着萧炎怒劈而去。身体微微一侧，轻易地避开佣兵的攻势，萧炎左脚闪电般的撩踢而出，顿时一脚狠狠地贴在了佣兵的小腹之上。小腹受到重击，佣兵一声闷哼，一丝血迹从嘴角扩散开来，脚步踉跄地退后了几步，面前人影一闪，手中的长剑便是被夺走，紧接着脖子上贴上了一片冰冷的东西。“再动一下，切开你的脖子！”犹如恶魔般的轻声缓缓地在佣兵耳边响起，使得他脚步僵硬在了原地。“你杀了我，狼头佣兵团不会放过你的！”额头之上浮现冷汗，佣兵声音干涩的道：“呵呵，放过我？你们一直就没放过我吧？”嘲讽地笑了笑，萧炎淡淡的道：“回答我几个问题，回答了放我离开，你没有选择的权利。”萧炎笑眯眯地将长剑贴进去了一些。“你信不信我在你身体上划出10几道血痕，然后把你丢进尸蚁的窝里去？”闻言，佣兵脸色顿时惨白，脚弯处不断地打着轻颤。他没想到这看上去不过10多岁的少年竟然如何狠毒。“你想问什么？”茉莉从山洞中的食盒中得到了什么？他似乎没钥匙吧？萧炎微笑着问道。茉莉团长把食盒连同着食台一起搬了回去，不过至于其中有什么东西，我是没资格知道。望着不似说假的佣兵，萧炎眉头微微一皱，现在的狼头佣兵团在悬赏我。咕，咽了一口唾沫，佣兵艰难地点了点头。自从当日少团长回去之后，团长便是放出了话来，只要任何人知晓你的踪迹，并且通报狼头佣兵团，便能获得高额报酬。哼，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想来个不死不休啊！轻轻地笑了笑，萧炎眼瞳中杀意凛然。最后一个问题，小医仙没事吧？没事，自从回到青山小镇后，小医仙便是一直待在万药斋，团长他们也不敢动手。佣兵眼珠转了转，下垂的手掌中一把匕首悄悄地从袖子中滑了出来。哦，微微点了点头。萧炎抬了抬眼，忽然淡漠地笑道：“看来你也知道我没放你活着回去的心思吧？所以你去死吧！”眼瞳之中凶光突兀闪现，佣兵手中的匕首猛然刺向萧炎胸膛。淡淡一笑，
萧炎飘然而退，手中长剑随意一扯，一道血迹浮现剑刃。望着那微微抽搐着软倒而下的佣兵，萧炎冷笑了一声。他本来也就没打算让这人回去通风报信，然后惹来大批追杀之人。看来那位狼头佣兵团的团长也是个狠角色呀，难怪能教出穆丽那种儿子。有些阴冷地笑了笑，萧炎将附近的打斗痕迹小心地清除完毕之后，将两人的尸体托起，丢进了远处的深渊之中。老师，看来我们的训练日子得安排得加紧了一些啊，这才1个月，他们便能进入到这里，或许再过一段日子就该能找过来了。瞟了一眼深不见底的深渊，萧炎拍了拍手，撇嘴道：的确是应该紧凑点了。戒指中传出药老的淡淡笑声，眨了眨眼睛，萧炎笑盈盈地弹了弹指尖，微笑道：老师，你那地阶斗技究竟什么时候兑现啊？嘿嘿，小家伙，不要以为地阶斗技和玄阶斗技一样，想要学习这东西，你就给我准备着好好吃苦吧。药老不怀好意地笑道：我吃的苦还少了吗？摸了摸脸庞，萧炎微微一笑，转身对着小山谷的方向行去。我很期待那所谓的地阶斗技会如何强横。